关于京都，有太多与雨水相伴的记忆。晶莹的雨滴划过枝叶，渗入土壤，植物汩汩的吸吮养分的声音几乎近在耳侧，不由得便想起了舒国治的《下雨天的京都》。他在书中这样写道：雨天属于寄人，这时候太多景物都没有人跟你抢了，路你可以慢慢的走。想到这儿，我马上心领神会地撑起了一柄雨伞，搭上了去往蓝山的电车，听着雨声去邂逅另一个清静的京都。一路在电车复古的摇晃节奏中接近蓝山，夹杂着雨水的清新以及草木泥土的芳香。不知不觉中，市井街巷渐渐褪去，山川的气息愈发浓烈。年轻的周总理留学日本的时候，就写过一首雨中蓝山的诗。他在诗中写道：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朦胧，一线阳光穿云出，欲见椒盐。对了，正是椒盐二字，恰如其分地点出了蓝山的美。轻纱似的云雾飘忽飘忽地摇绕在郁郁葱葱的蓝山之间，墨绿的松柏围拥着群山若隐若现。山脚下的宝金川逶迤顺着山脉的走向流淌，淅淅而下的细雨击打着水面，形成一簇簇花团似锦的水泡。水流欢快奔涌，又好像突地钻进了心里，叫人莫名生出一股雀跃的情绪。这片京都西郊的灵气富裕之地，自古就是王公贵族赏景静修的世外桃源，现如今仍是千年不曾改变的风情。在京都的旅途中，有2个地方让我感觉仿佛来到了异世界，一个是无人之境的千本鸟居，另一个就是溺于这蓝山中沙沙作响的风吹竹林。竹林小径又窄又长，蜿蜒曲折的小路两侧长满了笔直的野公竹，有点遮天蔽日的气势。而最美的瞬间，莫过于清风吹过，竹林顶端来回摆动，成排的竹子便一起发出天籁之音。闭上眼睛聆听，竹叶沙沙作响，想象自己身披白袍，俨然已是身居尘世之外的隐士，不禁也有点孤独侠客的调调了。穿过悠悠的梦宗竹林，只需几分钟的路程，天龙寺前的清风如洗般的清脆，一股脑的就涌入了我的眼帘，在雨水的洗礼之下尤显葱茏。人们常说建筑之美依托于环境，天龙寺则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著名的曹源池借蓝山与龟山之景，仿佛坐拥一片世外桃源。池中的水花细密，巨石群在雨中更鲜活地演绎着鲤鱼跃龙门的身姿。静坐在大方丈的檐下，
一时之间只听得雨声与虫鸣。即便雨声渐渐张狂，心中却是无法被干扰的宁静。离开天龙寺，拖着湿漉漉的长裙，小心地踩着沙石小径去往蓝山深处。游人见隙，看来对淅沥小雨感到麻烦的人不在少数啊，但更多了一份悠闲自在。来到长济光寺的门前，探头一望，虽然和印象中的红枫明锁截然不同，但仍旧抵挡不住柴扉茅舍关不住的那一园绿意。跨过山门，整座寺庙被层层叠叠、明媚欢快的绿意笼罩着，优雅地卧于山间。空气是湿润的，疏影横斜的绿风像凝着一汪水的翠。我从没想过层林渐染这个词原来也可以形容渐次的绿。几百年历史的人王门顶着一顶巨大的草帽，有如孤身垂钓的蓑笠翁，在滔滔而去的光阴长河中悠然而立，有着自得其乐的洒脱。沿着幽静的山路爬到寺庙观景台，京都8000寺庙里的美景，在高处看来渺如沧海一粟，浮生出淡淡的安宁。长济光寺是意外之喜，它的美在于野趣，但却雅致。孤寂的石灯，暗绿的青苔，透着昏暗灯光的吉野窗，被老树翠竹笼罩着，营造了空、寂、静的禅意氛围，阐释了日本幽玄、物哀、侘寂的独特美学意境。雨势稍歇，便决定去蓝山脚下的咖啡店恢复一下元气。百分号近几年在全球陆陆续续地开了不少分店，味道和蓝山店比起来，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也许是因为少了店前这条日夜奔流不息的宝金川，所以我还是固执己见地认为这是不一样的味道。在氤氲的咖香里静坐片刻，眺望着如飘带蜿蜒而去的宝金川，倾听岁月更迭，自在惬意。想到京都，我们脑海里常会浮现出一幅盛唐的画卷。这样一座将文化保留得如此完整的千年古城，如果有一个场景像古装剧里的穿帮镜头一样，那大概就是京都无处不在的咖啡馆了。然而这个穿帮镜头却真是一点儿都不招人讨厌。他们将日式的阴翳美学与西式的简约摩登融为一体，演绎出了入乡随俗的魅力。而对于骄傲又固执于传统的京都人，咖啡这种舶来品也没有遭遇水土不服，反而演变为一种新日常，成就了古都街道上才有的温故知新，也成为了无法复制的京都文化。京都的咖啡店里有像我一样拍照打卡的游客，也有三三两两悠闲的本地人，或细碎交谈，或专注地阅读一本手掌大小的书，不时地喝一口咖啡，看到喜欢的句子还会用笔轻轻圈出。我甚至可以听到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这就是属于京都人特有的沉浸感，不被他人影响，
也不会去烦扰周遭。所以京都人看似都吊着一股仙气儿，给人一种矜持且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但在被誉为京都厨房的锦市场，你会了解到京都人的另一面。所谓市场东有驻地，西有景，这句话指的就是日本2个最值得一逛的美食胜地，东京的驻地鱼市和京都的锦市场。锦市场并不是一个只有游客才会到访的景点，而是连当地人也会每天光顾的地方。你能看到熟客是如何与店家寒暄的，当然也能看到店主努力与外国人交流的样子，充满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每次来这里看着各种食材，我都会想象当天晚上京都人家的餐桌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菜式。当然有时光想象也还是不够的，亲口品尝正宗的京都味道，一路漫步，一路胡吃海塞过去，才是逛锦市场的最大乐趣。正所谓人在旅途，点滴滋味，足以慰风尘。但有时我们的嘴巴也还是有点刁啊，仍需让五味感觉焕然一新的星级美食来犒劳一下。世界上的米其林3星餐厅虽然多，但提供早餐的却屈指可数。在京都就有全球唯一的一家米其林3星早餐厅，那就是有着400年历史的朴亭。它曾是人们去南禅寺参拜路上的茶屋，常招待来往吃茶歇脚的旅人。直到1837年，正式地挂上了料亭的暖帘，开始提供古风盎然的朝食。现如今，店门口的草鞋、斗笠和椅凳还都会给人一种驿站的感觉。晨8时，阳光透过竹帘的空隙，斑驳地映入了堂间。心也逐渐慢了下来，说话变得低声细语，生怕扰乱了这一刻的静谧。随着廊间传来一阵清脆的木屐声，身着素色和服的女士端上开胃的昆布梅子茶，将早上麻木迟钝的味蕾唤醒，朝食便正式开始了。每次来朴亭吃早餐，我总会觉得有一种朝圣的意味，尤其是当那颗帮助朴亭摘得3星的完美溏心蛋一上来，所有人的目光就被这半凝固状态的炭黄给吸引住了。通体透明的蛋白荡漾着吹弹可破的纤细感，停留在非常清爽的口感。最后压轴的朴亭朝粥看似平淡无奇，但每一粒米都仿佛在很努力地绽放。配上一点渍物，再加上用昆布、木鱼花、葛粉调制出的特殊味汁，让人不会觉得平淡无味，但也不会喧宾夺主。400年来，朴亭都以它令人惊艳的技艺和味道流传在人间，以那颗400年不变的半熟玉子应对着这世界的瞬息万变。在切身经历了疫情后，我才更加体会到传承一家店是多么的不易。每颗小小的溏心蛋都是文化和时光洗礼后的小小勋章，值得你来京都的时候体验一次。当夜幕降临，一种昼夜交替的秩序正在古都上演。售卖各种商品的店家陆续关门，由厅屋改造的料理餐厅点上了灯。街头的空气里也开始弥散着味增的味道。一天闲逛到此刻，
腹中也确实感到饥饿了。那就走吧，去吃早已预约好的鳗鱼饭。据说日本的夏天，鳗鱼饭是个传统，也没有人能在深夜抵挡住一碗鳗鱼饭的诱惑。这恐怕也是柯南里的小岛元太一直嚷嚷着要吃鳗鱼饭的原因吧。在京都，请不要错过这家米其林1星的鳗鱼饭店。小店矜持地藏在奇园的小巷子里，是一贯日式料理店的低调。但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家的鳗鱼饭在网上获得了堵嘴的京都市民满屏的夸赞。敲开小小的门面，报上预约姓名，随后穿过狭长的吱呀吱呀作响的木质楼梯，就被引上了2楼。简单直接地叫了份镇店名物蒲烧鳗筒。鳗筒上桌掀盖的瞬间，馥郁的香气立刻将鼻腔征服。杉木做的大圆筒里，一颗颗滚圆浸润了酱汁的米饭上盖着6大片蒲烧鳗鱼，油澄澄的闪着金光。虽然是一间位于日本关西的鳗鱼店，但采用的却是关东风格的烤鳗鱼方式，先烤后蒸，入口肥厚暖糯，也吃得出炭烧的烟火焦香味儿。酱汁味甜，米身吸饱了酱汁，粒粒分明，有嚼劲。附上清甜的鳗鱼干汤和滑嫩的玉子烧，再配上饭后的荞麦茶，一顿下来，满足的不知如何是好。其实在京都也不必刻意摘星，有时随机的匹配附近的吃食也是别有一番乐趣。你常常会遇到一些路边小店，看似冷清的，本以为会遭遇破铁，但掀开门帘后，怎料到竟是王者。乔布斯在自传中就曾提到过一家误打误撞进入的寿司店，是他吃过的最好的寿司。在感叹餐食之美味的同时，也留下了全世界为数不多的他本人的签名。这家叫做寿司岩的寿司店创建于50多年前，是京都鲜有的吧台式寿司店，风格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为寿司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同时也将当季的时令食材发挥到了极致。全店最有人气的座位就是那把乔布斯坐过的椅子，在这个座位上点乔布斯同款的人，可能真的不比在庆丰包子铺买大大同款的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店内会采用特地从青森县大间町以及和歌山运来的新鲜金枪鱼，味道鲜美。听店主讲，就是这款金枪鱼捕获了乔布斯的胃。海鳗松茸土锅也堪称日料中的极品，松茸肥厚，汤汁鲜美，海鳗配松茸，似乎也映衬着京都的夏末秋景。这并不是一家榜上有名的顶级料理，但是小店5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传承出的匠心已深得我心，以至于走出小店后，内心仍是无比的满足和感恩，有一种从心底涌上来的幸福感。再回头想想，其实京都有这么多的老店，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从不去刻意迎合大众，也不为什么伟大的抱负，更没有非要传承100年1000年的决心，有的只是一代又一代人平静的生活留下的线索痕迹，是水滴石穿的持之以恒。也正因为坚持了创业时的标准，才能做到现在。最终这份付出回流到人身上，就是平和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以及与万事万物和谐的关系。今天的京都是做了1000多年的首都后终于退休的京都。
回归寻常后的老城，气质里充满了古老的安静和卸下重任后的某种精神上的松弛。纵然风头已被发展更快的东京盖过，但这里依然是境外游客体验日本的首选。旅行多年，见了太多充满诱惑的大都市，它们的美像烈酒，强烈，充满刺激；而京都的美像温润的红茶，流畅而沁人心脾。它没有锋芒毕露的高调，也不会为了迎合当下而学这学那。任凭外面的世界花样翻新，京都都默默地做着它自己，用100年不曾变换的时光，成就了自己最独一无二的美。朋友常问我对京都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这还真是一个有点挠头的问题。清水寺的禅意，奇缘角的风韵，石坪小路的静谧，福建道河的浓彩，都可以成为我寻梦唐风的美好画面。厚重的史记是1000年前的首都留给今日京都人的一份无法拒绝的遗产。京都的性格也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复杂，在这座1000年古都的方正格局中，惊喜总是藏在不经意间，所以可见无论来多少次，也难成为京都旅行的行家。京都的城很老，京都的水很柔，京都的人很暖心，京都的生活很慢也很精致。京都，我们下次再见吧。